这个张大千是上厕所还是洗厕所啊？这么久还没回来的。哎呀，我们又不赶时间。你不赶时间，我赶呐。这一趟上海回来，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到月底了。我不是去 holiday 的 ，OK？ 刚才听姐夫说你们蛮 relax 的啊。他 relax 不是我 relax 啊。哎呀，你们难得一起出国，应该和爸跟奶奶去苏州玩，顺便做个 baby 回来。钟世明 OK， 我。干嘛？肚子啊？要不要吃？我不是肚子饿。这样吧，你拿行李到候车处等我，我去找姐夫开车来接你 ，OK？ 麻烦。你别哭嘛啊！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然这样吧，你先回海南岛。我不回去，大坚哥，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不要赶我走。我不是赶你走啊，只是，哎呀，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如果我老婆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杀了我的。你干嘛跑来机场等我呢？我已经来新加坡好几天了，酒店已经住不下去，我又怕你不见我。大坚哥，我真的没想过要把事情闹大的。好了，你别再哭了啊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怀孕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我不敢说，大千哥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新加坡找你，可是孩子的发育有责任啊，毕竟一条无辜的小生命，怎么可以说拿掉就拿掉？对，我也反对拿掉孩子。你要让我想想办法啊！大千哥，谢谢你啊。珊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讲，你记得这个吗？小时候我在垃圾找到的，你说你很喜欢，所以我一直留住。还有他的衣服，你说你怕娃娃冷，所以我就帮他做。还有这些，你看哪一个比较漂亮？我不记得了。你现在不记得不要紧，我慢慢跟你讲，你就记得了。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，你的事情我不想记得。我知道你以为我跟妈妈不要你了，忘记你，所以你才生气讲这些话。是我根本不想记得你们。其实我们真的有试过找你，只是找很久，一直找不到。已经不重要了。你，对不起，是姐姐不好。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一定会求神。求神叫那个坏人抓我，不要抓你，这样你就不用可怜一个人来新加坡了。对不起，这些年来应该是我过得最幸福的日子。我被捧在手掌心呵护，爹地妈咪没有让我吃过半点苦。反而我的痛苦是从你提醒我不是珊珊的时候开始的。那些都是假的，是因为不要再说了，求你不要再来找我，可以吗？你滚！如果你真心对我好，请你回越南可以吗？就当做你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，当做你那个妹妹早就在10多年前死了。你陪我回去看妈妈一次，就一次，可以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叫欧阳珊珊。无论你问我多少次，我的答案还是一样。我的家不在越南。你今天这么好心，特地帮我搬东西啊？我一路来都这么好心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世明啊，放这里行了。从实招来，是不是不够零用钱花？喂，我是有良心的，好不好？这么久没有看到你们，当然想跟你们一起吃顿饭，catch up 一下吗？尤其特别多心事想跟姐夫分享。
跟我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？不如我们今晚吃火锅吧？啊？姐夫，我们一起去超市买点材料回来煮好不好？啊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啊，等下我回来再做啊。拜拜。哎，哎，喜欢吃什么自己拿。其实吃火锅只要是新鲜的，全都可以挑。可是不是每件事都能贪新鲜，尤其是女人。女人不都喜欢五花八门吗？应有尽有。少买一样东西回去啊，你姐肯定要我把手指头放进锅里煮。如果你敢买大送小，姐何止把你的手指拿去煮啊？哦，那你就不了解你姐了。以她的个性，何止要我买大送小，最好是买一 trolley 送一 lorry。对女人来说，有些事可以贪便宜，有些事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姐夫，别说我没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以 close one eye。不过你最好在枪毙之前解决掉你外面那个小三。小三什么小三？就是那个买大送小的啊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还装傻？就是在机场跟你搂搂抱抱，还叫你大千哥的那个。你说素素啊？我全都看见也听见了，她怀了你孩子。别乱说话，她肚子里孩子不是我的。那她为什么要来机场找你负责？哎呀，这件事有点复杂啊。素素她是我们中介相亲团海南岛的领队，她认识新加坡一个想找老婆的客户，结果跟他搞上了，还怀了人家的孩子。那结果呢？她去找你吃死猫？不是，人家千里迢迢来这里找她的男人，人生地不熟，所以找我帮忙。那姐知道吗？知道？不知道。你千万别告诉她，你姐吃醋是一瓶一瓶的灌。我在海南岛已经领教过了，每当有心啊，多问我几个问题啊，她整个晚上都向我开炮。姐那么聪明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挑战她好啦。如果你还想活的话，就尽快找那个渣男出来谈判。再多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试试说服那个男的对素素负责。不过，你千万别说溜了嘴啊！那你就买多几包鱼圆，堵住我嘴巴。随便选吧啊！喂，素素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什么？那你在原地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世明啊，你先付钱，我回头还钱给你。哎，还有啊，麻烦你先瞒住你姐姐，我很快回去的啊。喂，这。哎，马罐头。弟弟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？不是我，是姐夫买的，你帮我收拾吧。弟弟，我有一个秘密要跟你讲。什么？珊珊是越南人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我是人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打给他。你不用打了，他的电话打不通的。为什么？他应该是生气我，我刚才打电话很多给他，可是都没有人听，然后就打不通了。弟弟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想想办法？卖罐头，现在他是换身份，不是换发型那么简单。你一定要给他一点时间接受你，急不来的。那怎么办？他现在不能回二叔家，我很担心他。为什么他搬出来住？他应该是不能住在二叔家了。他现在一定很心烦。傻瓜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阿达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住酒店，
他们两个不是去超市买东西吗？怎么会住酒店呢？盗卡。先生，谢谢你，这是你的房卡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来。谢谢，大千哥，真的谢谢你啊！要不是本来住的酒店付不起房费被赶出来，我也不想麻烦你的。没事，不过以后如果我在海南岛落难，你记得接济我就行了。一定的，开玩笑。房钱我也一定会还你的。你帮我这么多，我不能一直让你破费。叔叔啊，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毕竟他出国公干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不然这样吧，你多等几天，如果他还没回来，你就先回去，我帮你留意他消息。我不回去，机票钱和住宿费都花了，见不到他，我不甘心。市民，我去洗把脸。好，站住！干嘛一回来就进房间？躲我吗？你现在算什么啊？和男朋友一起同居？我们可以不要讨论这个吗？你的事你都不告诉我，你现在算什么意思？市民，你闭嘴！我不想打扰你，可以吗？我们是什么交情？你不来烦我，反而乐意搬过来跟他同居，我家也有空房啊。好了，你别左一句同居，右一句同居，可以吗？孤男寡女住在一起不是同居是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你会是这种反应，我只想冷静，我不想被你严刑逼供。我不是严刑逼供，我是担心你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帮你。可是有些人的关心就是会让人有压力，你就是这种人。欧阳珊珊，你需要这样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心思去顾及你的感受。我现在已经很累了，如果你要找人吵架的话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力气奉陪。谁来跟你吵架了？我是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忙。你帮忙什么？我什么都能帮啊。帮忙捣乱吗？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忙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冲动，做事不顾别人的感受，找你吃喝玩乐还可以，但是别的事情我能信任你吗？就像现在，你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拷问我，请问这是关心的语气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针对他。好了，没有力气跟你吵架，我很累，你让我休息好吗？欧阳珊珊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够了，让他休息吧。如果你够成熟，你就应该先学习怎么尊重他。这是他的私事，他有权利选择跟谁交代。我还没问你，你带他回来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请你马上离开，至少不要在珊珊面前说一些让她难过的话。好啊，不在这里吵。那你是男人的话，出去跟我说。我警告你，你别想趁人之危接近珊珊。如果你敢动她半根汗毛的话，我就把你打成残废。我不用提醒你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打人是犯法的吧？再说，我觉得你整件事情看错重点了。表现关心珊珊，不应该是仇视对她伸出援手的人。我是在保护她。你放屁！你根本就想占她便宜。你的废话骗得了小妹妹，骗不了我。你说你疼她，可是她需要什么，你完全不清楚。你别自以为是了。我不懂，难道你懂啊？我认识珊珊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。时间久不代表能走进心里，有些人只适合擦肩而过，而你对珊珊来说就是这种人。你在帮谁说话？珊珊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这是她遇到挫折，是忘了和你分享吗？其实她根本都不想让你知道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会这么想，肯定是你在挑拨离间。你还是听不懂。喂，
话没说完，你别想走。要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我们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在装清高吗？你活这么大，应该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一点都不好相处吧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也是喜欢珊珊，对吗？我不介意公平竞争，因为我知道珊珊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保护她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永远只站在自己立场想东西的另一半。你那么不成熟，你确定你能保护珊珊吗？给我滚啊！李儿，我和叔叔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误会，到超市买东西，买到酒店去，还用公司的卡开房，不是偷情那是什么？什么偷情？我没有偷情啊！别再说了，收拾你的东西，给我滚啊！李儿，你要怎么样才可相信我？我真的没有说谎啊！叔叔来这里不是来找我的，我只是接济他。他找别人，你负责接济，那是什么逻辑啊？张大倩，你被我看穿了，还编故事来骗我，你能不能编个更好的故事啊？不是的，我有人可以作证，市民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老老实实承认，我不至于那么心狠。我们做夫妻做那么久，这样子下去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做过，我干嘛要认呢？迪儿，你别生气，你我不打算生气。我听谎话听得很累了，你爱找谁就找谁吧。反正我的生活没有你一样过得很好。离婚。迪儿，你要骂我打我都可以，你不要把离婚这2个字说出口好吗？离婚。姐夫。世民，你害惨我了！说好在楼下等的，你快跟你姐解释，快！解释什么？你姐怀疑我养小三了，你听她说，快去！姐，不是这样的，姐夫真的没有小三。傻的！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是我的亲人啊！你既然跟外人串通好来骗我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，我起初也是以为姐，姐怎么说话？姐，你解释，不用再解释了。姐，你不要这样，冷静点。姐，你冷静点。喂，姐，爹，你先开门吧，爹。姐，你别这样。爹。老哥哥，喝水。我再去倒一杯。哎，别倒了，他连续喝了7、8杯，再喝他会胀死的。姐夫，你就放心住下来，等姐消气了，我帮你跟她解释。这一次完了，从来没有试过这样。平时他生气，只是罚我睡客厅，这一次却把我赶出来，还提出离婚。老哥哥，你是好人，好人会有好报，你不要怕。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怎么可能不怕？我干嘛要说谎？我干嘛要说谎？我们一起出去吧，让姐夫一个人静一静。姐夫，对不起啊，如果我早一点回来，你就不会这么狼狈了。你生气了？
干嘛要怪你？你没有义务帮我。你的事我有放在心上，我发誓是真的。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我以为像以前一样被骂1-2下就没事了，所以我有急事就先走了。不怪你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把事情处理好。姐夫，我宁愿你骂我，你骂我吧，我会比较好受一点。世明，继父想一个人静一静。Sorry。世明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你还要上班？我也想出来透透气。哥，你老是回答我，我是不是很靠不住？总是莽莽撞撞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今天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也听了很多话，好像都在提醒我，到底有多一无是处。我只能说，从某个角度上来看，你是仗义的。无论是做朋友，还是兄弟，只是你做事太随心了。有时候你的仗义会让人觉得很为难，有时候你的仗义只是一头热，帮倒忙。你们律师分析东西都是用同一个脑袋吗？你是说胜利吗？当时真的很气，不明白为什么珊珊宁愿投靠那个秦胜利，也不找我来帮忙。他无家可归，可以来我们家住啊，反正我们也有空房。你的感受或许重要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你应该体谅珊珊。她刚和方草闹僵，你让她来家里，她不是更尴尬？你想得那么细。也许姐夫和秦胜利说的对，每次发生事情，我只想要别人照顾我的感受，从来没站在别人的立场设想。这世上没有人学走路从来不跌倒的，做人也一样。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以前的我，总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别人，永远高高在上。现在摔一跤倒好，虽然有点疼，走路变慢了，但是慢有慢的好。看人、看风景，都变得细致了。我们一起跌倒，一起成长，像小时候一样。希望我不只会变老，也会成长。
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，在外面等你。周女士，周女士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请问你有时间一起吃午餐吗？我为了那个答案来找你。我今天没空，有约了。哥哥，还好没有迟到。这是我太太芳草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我和她没有秘密。哥哥，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吃饭。不可以，我先约的你，她没约我。如果她介意的话，应该是她拒绝跟我们一起吃饭的。我不介意，不介意。能请2位用餐是我的荣幸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场车祸应该让你吃了不少苦头，不过没关系，相信只要你站出来，秦胜利一定得到教训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他坐牢了。哥哥，谁要坐牢？是律师哥哥吗？他做错事了。可是他帮忙几年，他是好人啊，为什么要坐牢？看吧，秦胜利的好人面具戴久了，全世界都以为是真的。可惜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们。你一直强调车祸前的那场官司是因为胜利的缘故败诉的，可是几个月前那桩官司上诉成功了，最后对的人都讨回了公道。你有必要继续纠缠吗？秦胜利销毁证据，犯了法，他不应该逍遥法外的。你有证据吗？你有，所以你应该站出来指证他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没有你所说的证据，我也不记得胜利他曾经销毁证据。你真的不记得？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矛盾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不想成为谁报复谁的棋子，因为那桩官司没有哪一方蒙受损失。是吗？那我呢？秦胜利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证陷害我，害我没办法完成实习。我这么努力，就为那次的不良记录，现在只能在36的律师楼当助理。这场车祸肯定跟秦胜利脱不了关系。比起我，你才是最有资格追究的人。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站出来说话？因为我和我太太都觉得胜利他不是坏人。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，真的很崇拜你，视你为榜样。我还以为这场车祸只是让你失忆、残废，没想到还让你忘了原则。就算我得不到公道，我也不会让秦胜利好过。哥哥，你有多久没有坐巴士了？很久了，中学过后就没坐过了。新加坡坐巴士和 MRT 都很方便，而且也很便宜。以后我们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慢慢走去坐巴士。等一下有个站，我知道有好吃的，我带你去吃。你把新加坡当家了，比我还熟路。我是不是好像变聪明一点点呢？是有那么一点点，不过应该是我的功劳。我的华语好像也进步一点点。刚才那个人来找你讲话，我听得懂一点点呢。可是
他讲是律师哥哥害你撞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是他看起来不像坏人，为什么要害你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为什么你们还可以做好朋友？我什么都记得，只是不想说。所以你没有忘记？我记得车祸的经过，也记得车祸前的那场官司。我以为我会恨他，让我失去一切。可是当我知道，在我家人最无助的时候，他是唯一一个留下来帮忙的，我就恨不下去了。所以你们还是好朋友？胜利也不算是坏人，他只是做错事了。我想给他一次机会改过，就像我有机会醒来，有机会再活一次一样。所以你都不要告诉警察吗？刚才那个人来找你讲话，好像就是要去跟警察讲的，你可以不理他吗？如果选择放下，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必要重提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件事不仅仅是我和胜利的事，原来奥斯曼也是受害者。今天的事，快点坐下来！哥哥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哥哥，没事，站不稳而已。你一直都有吃这种药吗？我曾经为了在事业上不落人后，做了一些犯法的事。虽然现在我得到我想要的，可是我的心里是没有片刻的平静。我伤害了人，也跟自己过不去。从那天开始，只有这个药可以让我的心情好点。我跟你说过我不是好人，你现在知道了我的过去，你会不会瞧不起我？你的问题有点棘手啊。照理来说，上次受伤之后，你的大脑已经慢慢痊愈，但是疤痕在愈合的时候出现了状况，阻塞了脑心室。从 MRI 图表里看到，你大脑出现了轻微的积水现象。脑积水？是的，脑积水一般的情况是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视觉出现重影。出现平衡感的问题。
那医生有什么建议？动手术是最直接的方法。风险呢？所有的手术都会有风险，但是脑积水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肯定会恶化。再忙还是要吃的，你没有空我就打包上来。打包上来吃多麻烦，以后你自己在外面吃就好了。不可以，我们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吃午餐，一起回家，我已经习惯有哥哥在了。哥哥是我在新加坡最好的朋友，我每天看到你走路越来越好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就像他一样，有他在就有你在。等有一天你的身体好了，不用他的时候，我应该也回去越南了。如果我的病永远好不了，你是不是就不回越南了？哥哥，你不要乱讲，一定会好的。我是说如果我回去越南，我最希望你好，我会最舍不得你，因为你是我在新加坡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张大千，佩佩姐，张大千，姐夫不在这里。张大千，姐夫昨晚真的在我们家过夜，没来私会谁？姐，你可以相信我一次吗？千玺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佩佩姐，大千哥真的不在这儿。你说要回家过夜，那为什么刚才我回家的时候没有看到他？你们3个人是串通来骗我的。佩佩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和大千哥不是那回事儿。不是那回事，那是什么回事？嗯，好，我坐下来慢慢听你解释。就是纯纯的友谊，纯粹仗义相助。我敢发誓，姐夫连房卡都没碰过，更别说踏进房门半步。我们来安排补品给。大庆哥，呀，他连房卡都没有，也从来没有踏进房门一步。那这个人是谁？爹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连补品都买了，孩子也有了。真的不是这样的。那你听我说，那叔叔不是我的，他肚子里面的孩子也不是我的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还买安胎补品给他？你什么时候给我进过补啊？你什么时候在我身上花过钱？你都没有怀孕，买安胎补品给你做什么？你嫌弃我生不下小孩，所以干脆一点，换一个女人帮你下蛋。张大千，你不要这样，走开啊！啊！你伤到人家了！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这对狗男女啊！够了！你要发自己回家去发，像个泼妇在这动手动脚的，难道你不知道人家怀孕了吗？你骂我什么？你骂我泼妇？难道不是吗？平时凶巴巴就算了，现在更不可理喻，像吃错药，你丢不丢脸啊？我丢脸，那你们2个呢？不丢脸吗？什么我们啊？你老公我是什么人？难道你不懂吗？那我再说一遍，我跟叔叔是清清白白的，相不相信由你。你吼我？要不然难道你以为你自己为马人啊？是人吗？不是人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就怀疑自己眼睛是不是瞎了一眼才娶到你。你什么你？知道错了就跟人家道歉，然后回家去面壁思过。好了，别吵了。闭嘴！张大千，我要离婚。钟佩佩，离婚不是喊口号，说到要做到。既然你那么喜欢把离婚2个字挂在嘴边，我成全你，离就离。佩佩姐，大千哥，这样不好吧？要不要去追追看看？你们2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吵吵闹闹，
不累吗？这么多年来，都是我在骂他，他从不回嘴。今天竟然为了一个小三打我。姐夫没有打你，他只是推你一下，是你自己站不稳而已。站不稳是我的错，他打我他没错，他养小三没错，我抓奸有错。我不说了，你们这些男人都会帮男人说话。好，都是男人的错，你别哭了。从小到大没看过你掉眼泪，原来你哭的样子比骂人还可怕。男人都是一样的，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生意不好的时候一起挨苦，就相依为命。现在生意好转，事业上了轨道，他就出轨了。姐啊，由始至终，小三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。我发誓，姐夫真的没有背叛你。如果他是清白的，他明知道我生气，为什么还不避嫌？还特地买补品上酒店献殷勤。如果他真的在乎我，就应该把房间给退了，跟素素划清界限。当初也是怀疑姐夫有小三，但是我查过了才知道不是真的，都是我们编出来的。我没有编啊！一个已婚男人带另外一个女人去开房，不是死刑那是什么？只差没抓奸在床。那没在床上就代表没证据，法官判罪之前也会听解释的。夫妻在一起10多年，我们一起上了贼船。他如果还想看风景的话，就让他看个狗。我用什么线绑住他也没用的。幸好我们没有小孩，这样子我们离婚也干脆一点。我不是这种人，我不是这种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珊珊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梦见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傻瓜，只是梦而已，没事的。不是梦，因为我不想回越南，我把芳草推下楼了。沈丽，那个人说的对，我不是好人。什么人？Osman， 他来学院找我，然后呢，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。小星星眨眼睛，1、2、3、4数不清，想家时一抬头就感应。小星星放光明，在夜里指引，无论多远家都在心底。梦是一场远行，太多措手不